不知道你们的游戏环境怎么样？莫老师呢，一直是用 PS5 插着这台32寸的显示器在玩游戏。作为一个主机玩家，我其实一直是有在客厅玩游戏的想法的，但奈何电视拉垮，玩不爽。那前几天明基就又找到了我，让我体验一下他们的专业级游戏投影 X3000，据说拿它玩游戏大屏很震撼。那本期视频就来聊聊我这段时间对它的使用感受。首先是明基 X3000的参数，按照惯例，这里先放张图，可以看到 X3000的主要功能都是围绕游戏体验这一核心来设计的。重点需要关注的有这几点：一个是4 LED 光源及自动校色，可以让色彩长时间保持准确；二个是0.65寸的 DMD 芯片，可以提供比0.47寸芯片更细腻的画面；第三个是 RPG、FPS、SPG 3种独立的 HDR 游戏模式，可以针对不同的游戏优化体验。当然，参数是一回事，实际表现还得看调教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实际游戏体验到底怎么样。投影仪连接 PS5，打开543重置版。先来看看明基 X3000在细节方面的表现。这里是使用的 HDR RPG 模式，这个模式对色彩的还原更细腻，这点可以看看 Geralt 身上穿的锁甲，在三月游民和 HDR 的加持下，每一颗铁扣在100寸的巨幕上都能被看得清清楚楚，纤毫毕现。远处天空上云朵的纹路，近处腰带上磨损的痕迹，543真的永远的神。暂停仔细看细节，画面没有出现色散和紫边，转过头来朝向夕阳，感觉就像真的用眼睛直视落日一样耀眼，真就沉浸感拉满啊！再来看看 HDR 效果，这里用大表哥2来做演示，可以看到画面非常明亮通透，远处的景观也没有出现糊的感觉。投影仪和显示器我接触了不少，很多设备虽说可以开启 HDR， 但用了 HDR 后画面亮度是明显不够的。表现在大表哥2这款游戏里，就是整体画面会偏暗，而明基 X3000 开启 HDR， 亮度上并没有出现下降。再来看暗部表现，这里选用的是血缘这款游戏。我的最爱，在尤瑟夫卡诊所这里，如果暗光表现不好，那墙角的柜子一定是糊成一坨的。但 X3000， 你看那些瓶瓶罐罐，是不是很清楚这还不算完，把模式切换至 FPS， 再来看这黑乎乎的诊所，直接就像给你打了个探照灯一样，亮的一批。我当年刷白金奖杯的时候，要是有这亮度，也不至于玩得那么辛苦了。X3000的 FPS 模式可以提升游戏暗部细节，适合游玩一些画面比较黑的游戏，例如宫崎老贼的魂系游戏就很合适。再来看最后一个模式 SPG， 使用这个模式可以有效防止画面卡顿撕裂，适合游玩车枪球这类画面快速晃动的游戏。这里依然是使用大兵区的鬼泣舞作为演示。在尼禄与老父亲的段子中， X3000 表现出来的操作手感相当跟手。注意，我说的跟手是没有开启快速模式的情况下，如果你开启快速模式，延迟会降得更低，但是我太菜，有点玩不出来4毫秒和16毫秒的区别。或许擅长射击游戏的玩家会感受更深一些。那么总结一下，单就游戏体验方面来说，我觉得明基 X3000 是非常出色的，真就1分钱1分货，比我之前接触的几款投影仪都要好。3000流明的亮度，在白天不拉窗帘也能畅玩3A 大作，3种针对不同游戏的模式，更是进一步提升了沉浸感。拿到 X3000 的这几天，我回味了好几款曾经通关的游戏，在100寸的巨幕上再次看到这些熟悉的画面，真是另有一番别样的震撼。男人的快乐有时候真的很简单，一块屏幕，一个手柄，一个游戏就能乐呵一天。如果是正准备打造电竞房、客厅游戏巨幕的游戏玩家，那么不妨试试这款产品，用它玩游戏，感觉真的挺不一样。那好吧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莫老师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